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他早该被看见。陈可辛一句话点醒众人，赵丽颖的实力终于有人懂了。赵丽颖新角色西林小姐惊艳亮相，从华丽洋装到利落短发，陈可辛赞两个抽烟的西林像两个人。徐纪周7年前天才且无良的预言再次应验。内容由爱智能生成，有用。陈可辛夸赵丽颖两个西林像两个人，徐纪周7年前的预言要成真了。周末刷手机，突然被赵丽颖工作室的新动态砸中，头像换成了西林小姐，宣传海报里幕布拉开，一个叼烟看远方，一个握笔写稿纸，这氛围感直接把人拽进民国。立誓换头像比我改微信名还快，这波宣传效率我先夸为敬。说真的，这次立誓的宣传是真下功夫了。从工作室头像到每日发的剧照，连海报美工都透着巧思，幕布、烟雾、稿纸这些小细节，把西林小姐台上悲欢的状态拿捏得死死的。就冲这用心程度，我都想帮着一起喊西林小姐冲呀。但真正让我坐直的是西林小姐的角色细节。宴会上被薛之武阴阳靠姿色迷男人，赵丽颖那眼神扫过去，先是冷静打量，然后吐出一句你怎么看我，我不在意，直接把那男的噎得说不出话。我当时在影院差点笑出声，这哪是柔弱女文人，分明是带刺的玫瑰，扎得人又疼又服。更觉得是西林的造型反差，前一秒还裹着华丽洋装像开屏的孔雀，下一秒把假发一摘，利落短发配素白脸颊，趴在书桌前写稿，指尖的黄茧比任何台词都有力量。陈可辛导演说两个抽烟的西林像两个人，我算是懂了，这哪是造型区别，是演员把角色刻进骨子里了。说到演员功底，陈可辛导演最近的评价挺有意思。他说没教过丽颖怎么演，但监视器里就是对的。想起7年前徐纪周导演在胭脂采访里说的天才且无量，当时还有人觉得夸张，现在看是真准。从陆贞到许半夏，从电视剧到电影，赵丽颖的角色从来没重复过，每次都能让人眼前一亮。观众的眼睛最毒。电影首映时就有观众夸西林演得好，上映后影评里赵丽颖把西林演活了的评论越来越多。网上有人说7分钟戏份能影响电影好坏，我就纳闷了，能让观众记住的角色，哪管戏份长短。就像疯狂动物城的绵阳副市长，戏份不多但出圈到现在，西林小姐最近不也和他玩起二创联动了？徐纪周导演在赵丽颖二封金鹰事后时，鼓掌鼓得跟海报似的，还发微博说天才且无量，实至名归。这哪是夸人，分明是在说我7年前就说过吧。现在再看赵丽颖我集剧名那张图，从北京这么大该去哪的女孩，到手握多部爆剧的演员，她的人生比任何大女主剧都精彩。在内娱这个瞬息万变的圈子里，流量明星每天在刷新榜单，而真正能沉下心来打磨作品，一步步用实力筑起口碑的演员却少之又少。赵丽颖便是那个在低开高走中，凭借坚持、成长和天赋，最终赢得尊重的代表。从圆脸丫鬟到如今担纲大女主，不只是观众对她印象的转变，更是行业对她的一次迟来的肯定。近日，著名导演陈可辛在采访中提及赵丽颖时，只说了一句简单却分量十足的话，她是值得被看见的。就是这句话，仿佛为多年关注赵丽颖的观众和粉丝按下了情绪释放的按钮，终于有人懂了。赵丽颖的星途并非一帆风顺，她不是科班出身，没有强大的资源背景，也不属于那种一出道就能引发轰动的天选之女。她的第一批观众是从一部又一部配角演起，在《新还珠格格》《陆贞传奇》等剧中慢慢被注意到的。那时的她总是被标签为长得清秀，角色讨喜，但演技不够，挑戏眼光差也是评论中常见的质疑。她的努力和用心被淹没在流量的浪潮中，也被过于苛刻的观众拿放大镜看待。
然而，就是这样的赵丽颖，选择了一条最笨的路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不拼关系，不追风口，只靠角色本身说话。从花千骨楚乔传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，她不断用作品证明自己。她的台词情绪越来越精准，眼神层次越来越丰富，人物塑造也越来越有魂。在知否中饰演明兰一角时，她不再只是坚韧小白花的标签，而是一个充满矛盾、复杂又真实的女性。她身上的成长、忍耐与坚强深深触动了无数观众。但即便如此，她仍旧常常被忽视。在演技派名单中，很少人第一时间会提起她。在奖项提名上，她也是频频与最终大奖擦肩而过。某种程度上说，赵丽颖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，既不属于流量第一梯队，也不被专业派热捧。她游走在两端之间，被当作例外被讨论。直到《风吹半夏》的播出，她的命运似乎才出现了关键转折。《风吹半夏》中的许半夏是赵丽颖演艺生涯的一次升维。这个角色不同于她以往饰演的古装女主或传统偶像剧角色，许半夏身上有着真实的泥土气息，有着人性中的野心、冷静和成长的疼痛感。这一次，赵丽颖没有刻意取悦观众，她把自己藏进了角色的皮囊，完全的交出了控制权。这种去偶像化的尝试，不仅赢得了不少业内的肯定，也彻底刷新了观众对她的认知。而陈可辛导演正是在这个节点上发声，他没有列举赵丽颖的过往代表作，没有讨论她的爆红历程，也没有用太多华丽辞藻，只是一句平静的她是值得被看见的，却像一记重锤打在娱乐行业对女演员长期存在偏见的壁垒上。这不仅是一句表扬，更像是一种纠偏。因为在赵丽颖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太多被看不见的努力。从生完孩子火速复出，从一个接一个挑战不同类型角色，到她面对外界攻击时永远不解释、不炒作，她的每一步都像是走在玻璃渣上，小心翼翼，却始终坚定。而她这种不讨好、只专注的姿态，在以人设与话题为主导的舆论环境下，常常不被珍惜。直到她的角色开始一一立住，直到越来越多普通观众被他演绎的故事打动，那些曾经的忽视、嘲讽与轻视，才开始悄然被反转。网友评论区也给出了最真实的反馈，他不是不行，只是太多人不愿意认真看他。原来沉默也是一种回击。赵丽颖用角色堵住了所有质疑者的嘴，一句句留言，仿佛是多年来被压抑的情绪的喷涌。或许这正是赵丽颖的魅力所在，她并不完美，但她诚实、真实，始终在成长。她不是天降光环的主角，但她却在一步一步中，把一个非主流女主活成了真正的实力担当。也正因为她的故事如此真实，才那么容易与人共鸣。她代表了无数个在职场、生活中努力向上的普通女孩，她的隐忍，她的坚持，她的不服输，是现实中千千万万个他的缩影。他不靠背景，不靠关系，不靠绯闻，只靠言与忍，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如今再回看徐纪周导演曾经那句她是这届小花中最有生命力的，仿佛就像一场迟到的预言。那时人们不信，如今却不得不承认，赵丽颖的生命力不只在她的角色多变，也在她从不轻言放弃，不断刷新上限的气质之中。这种能量才是真正值得娱乐圈敬畏的存在。而对于每一位读到这里的观众，我想说，我们可能不是赵丽颖的死忠粉，也不一定每一部她的作品都看过，但请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对这样一个默默努力、不抢风头，却始终交出好成绩的女演员，多一点宽容与尊重。不要总等到外人一句她值得被看见，才后知后觉她已经走了多远。她不需要被谁捧红，她只需要被认真的、真正的看见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赵丽颖依旧站在每一个新角色的起点上，不断突破，不惧风雨。而我们也愿意继续做那个安静但坚定的看线者，因为每一个认真生活、
用心努力的人都不该被辜负。赵丽颖只是其中之一，但她的故事会一直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封神级穿搭，王一博成三奢满贯第一人，彻底改写内娱时尚史。王一博以5大女刊封面大满贯和横跨3大奢侈品集团代言的非凡成就，打破行业壁垒，成为全球时尚界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。从 Vogue 创纪录登峰到巴黎时装周三奢并行，他用实力证明流量与质感可以共存，让东方美学站上世界舞台中央。从5大女刊封面大满贯到横跨3大奢侈品集团，这位中国艺人王一博用实力撕开全球时尚界壁垒。5大女刊大满贯 ，Vogue 封面创历史。2025年4月，王一博登上 Vogue 服饰与美容5月刊封面，一举完成中国5大时尚女刊封面满贯壮举。这个成就的分量有多重？纵观整个内娱，达成5大满贯的男艺人目前仅有3位。Vogue 对封面人选的要求近乎苛刻，候选人必须兼具顶级时尚表现力、主流奖项认可和商业价值3重标准。而王一博此次的登峰，正是他多年来在影视、时尚、商业领域全面开花的实力认证。从2020年起，王一博用5年时间完成了横跨 LVMH、Chanel、MAUS、Frasza 3大时尚集团的顶级奢侈品牌代言大满贯，同时囊括金鸡奖影帝提名、金鹰奖、柏林电影节入围等专业认可。这份履历在内娱堪称独一无二，打破100年壁垒，三奢并行改写规则。2025年巴黎时装周，王一博创造了亚洲艺人的历史性时刻，同时以香奈儿品牌形象大使、罗意威全球品牌代言人和 LACOSTE 全球代言人3重身份亮相，成为首位横跨3大竞争奢侈品集团 LVMH、开云、香奈儿的亚洲艺人。在奢侈品界，不同集团品牌间存在天然的竞争壁垒，极少有艺人能同时担任多个竞争品牌的最高头衔代言人。王一博却以其实力和魅力，成功跨越了这一界限。现象级影响力，重塑行业认知。王一博的时尚之路，打破了流量与质感不可共存的行业偏见。从 Chanel 品牌形象大使到罗意威全球品牌代言人，这位年轻偶像的时尚进阶之路，恰似一部浓缩的奢侈品数字化转型史，他的影响力早已超越国界。在2025年巴黎时装周期间，近40家海外主流刊物及媒体平台报道他的表现，从 Vogue、Elle、BAZAAR 到 LOFFICIEL 等权威媒体尽数囊括。语中撑伞的松弛步态被法国《费加罗报》赞为独特时尚态度，造型成为巴黎时装周官方宣传片的亚洲代表画面。法国《费加罗报》将王一博语中撑伞的步态解读为东方美学与法式优雅的共生实验。从5大刊满贯到三奢代言并行，王一博的时尚征途已超越个人成就范畴。手握香奈儿、LOEWE、Lacoste 3大顶级合约的他，代表中国面孔站上全球时尚金字塔尖。当其他艺人还在为单本杂志销量较劲时，王一博已让每本登峰杂志主动限量5万册。当行业争论流量与质感能否共存，他以 Vogue 封面给出详为打击式答案。王一博3个字，如今已是审美领导力的代名词。在娱乐圈，每一位顶流艺人都在不断塑造自己的个人标签，而在这个被流量裹挟、时尚被资本主导的行业中，真正能够将风格转化为话语权的艺人屈指可数。王一博无疑是这少数中的佼佼者。如今，他成为中国内娱首位集齐旅、Chanel、Dior 3大奢侈品牌代言的艺人。三奢满贯的头衔不仅是一纸商业成绩的证明，更是对他多年时尚沉淀与自我风格坚持的最好回馈。这不仅是对一个艺人商业价值的认可，更是对其品味、影响力乃至话语权的重塑。回顾王一博这一路的时尚进阶之路，几乎没有人能否认他在穿搭这门艺术上的天赋与坚持。
他从未将时尚当成一场浮于表面的秀场游戏，而是将其化为自我表达的一部分。从机场街拍到秀场前排，从舞台造型到广告大片，王一博总能用最克制、最先锋的方式传达他是谁，这才是时尚真正的底层逻辑。比起流量博眼球的张扬炫技，他的穿搭语言更像一种安静却笃定的表达。他不追求猎奇，不堆叠潮牌，而是在有限的色彩与剪裁中构建属于自己的语境。他的时尚是有气质的，有态度的，有辨识度的。这一切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形成。在王一博早期刚刚进入娱乐圈的几年里，他并不被定义为时尚型男。彼时的他还更多是以舞者、爱豆、演员等身份被关注。但王一博却始终坚持做真实的自己。他不迎合时尚圈一时兴起的性冷淡风或先锋怪诞风，他有自己的一套搭配逻辑与审美态度，甚至可以说是他用自己的方式在教育大众，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风格。随着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时尚杂志封面、奢侈品牌秀场，时尚圈开始真正正视这个来自中国的青年艺人。他的帅不再仅仅是外貌，更是由内而外对服饰的掌控力、对风格的自洽力、对镜头语言的敏感力。成为三奢代言人的那一刻，是王一博职业生涯时尚篇章的高光时刻。Louis Vuitton 的先锋浪漫， Chanel 的优雅禁欲， Dior 的经典浪漫，这三种迥异的时尚语境能被一个人同时驾驭，不仅需要极强的可塑性，更需要极高的格调稳定性。而王一博恰好具备了这种化婆为简的能力。他能在 LV 的硬朗剪裁中依旧保持少年气，在 Chanel 的繁复线条中呈现干净质感，在 Dior 的法式轮廓下释放冷峻与克制。这种风格之间的游走自如，才是真正的顶级时尚素养。很多人说王一博是行走的画报，是因为他穿上任何一件衣服都像是为他量身定制。但其实真正厉害的不是衣服如何改变他，而是他如何用气场改变衣服。他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只是品牌代言人，更是文化的传播者。他将中国青年一代的审美、表达、情绪通过一张张时尚大片、一次次全球亮相传递出去。他不只是代言，他是代表。他代表了一种不用说太多，用作品说话，用风格说服的时代新偶像形象。这种影响力早已超出时尚的边界，渗透到整个文化生态中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场三奢满贯的胜利中，我们看到了沉默者的力量。王一博并不频繁营业，也从未依赖过度的曝光来维持话题。他的每一次出现，几乎都是以作品或内容为支点。从无名的银幕沉淀，到追风者的演技飞跃，再到探索心境的纪录片征服，他用行动证明，一个艺人的魅力，最终还是要回到真实与内容本身。而时尚只不过是他个性魅力的另一种外化。在时尚与商业互为助推的今天，流量艺人代言奢牌早已不是新闻，但真正能长久持有品牌信任的艺人却少之又少。王一博的代言从来不流于短期合作，而是真正进入品牌核心体系。这种深度绑定的背后，是全球市场对他影响力、价值观、文化态度的高度认可。他所代表的青年气质，正是如今国际品牌最渴望贴近的新时代中国审美：自律、安静、有力量、懂坚持、有深度。面对三奢满贯的高光时刻，王一博本人并没有发表过太多激动的言论，他仍旧低调前行，继续他的作品拍摄与纪录片探险。但粉丝与大众却知道，这份荣耀的背后，是数年如一日的自我打磨，是无数次推掉不合适代言的轻型选择，是对美学与价值不妥协的底线坚守。他用沉默和专注，在这个浮躁世界里闯出了一条风格之路，也为整个内娱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审美范本。我们不妨大胆设想，这是否是中国娱乐时尚史上一个新的起点？
王一博的时尚封神是否也在向未来的年轻艺人传达一种新的路径？不靠哗众取宠，不靠无限营业，不靠一味迎合，而是靠作品、品味、格局去影响世界。最后，也想借这份荣耀时刻，对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你们说一段心里话。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像王一博那样，站在聚光灯之下成为时尚先锋，但我们都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一些，学会坚持自己的审美，哪怕与潮流背道而驰；学会安静沉淀，不被喧嚣左右；学会让自己成为独特而完整的存在。在这个充满快餐文化与审美复制的年代，一个像王一博这样愿意花10年时间去打磨气质与品味的人尤为珍贵。他的穿搭不是炫耀，而是一种温柔坚定的我就是我。愿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，像王一博一样从容坚定，自在而立。未来时尚的路很长，而它只是刚刚开始。我们期待王一博带来更多让人惊艳、感动，甚至改变的瞬间。而这份改变不只属于他，更属于每一个愿意与美好同行的人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